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款公牛插座，现在是插电没有反应了，我们插电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给它插上电。我们看按这个开关，没有任何反应了，很显然它已经出故障了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它的电路组成。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芯片，应该是过压保护和漏电保护的。另外按这个微动开关，它能够起到一键关和开的作用。我们看它是阻容降压的，这端有一个继电器，这个继电器呢是控制整个输出，另外呢还有后边的 USB 输出，也就是我们的手机充电器输出。这个位置有一个隔离的电源，这个是输入的滤波电容。好，我们先看它的输入部分。输入部分是这端是零线，这端是火线，火线接继电器，同时通过一个二极管，通过这儿，然后整流过来。另外这边是通过阻容降压，阻容降压以后，通过这个位置，然后通过线流电阻，再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，然后通过这个稳压管稳压，给这个滤波电容提供电压。滤波电容有了电压，就给这个芯片供电，给它供电以后，它再控制继电器，继电器同时控制这个插座的电，还控制后边的手机充电器的线。我们看这个板呢和这个板是独立的，这个位置也有220伏输入 LN， 这是保险，这是 NTC 热敏电阻。这个是一个抗干扰电容，这个是输入的并联的3个 4.7 微法400伏的滤波电容，抗干扰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是它的功率管，这是开关变压器，这是输出的电容，这3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充电插孔。我们看后边有一个整流桥，这个位置是它的主控芯片，就是开关电源芯片，就是这个电源芯片。开关变压器输出呢，它的2根引线是接到这个位置的，这个是它的次级输出端，经这个长管，这是一个长管，然后经这个6615同步整流芯片控制这个长管进行整流，整流以后输出是5伏，再经这2个芯片再次输出，同样是5伏。这2个芯片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，当前边某种原因使电压不稳定的时候，它会使这个后边的电压稳定在5伏，进行2次稳压，使这个 USB 输出始终保持在5伏。看来设计的还是比较安全的，所以它的故障不应该很大。那么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这个位置是否有电压输入。好，我们插上电，首先用交流电压档，我们测量这个充电器这端是否有电压。没有电压输入，很显然是靠继电器控制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阻容降压这端是否有输入，这个是零线，这个是火线，我们量一下，有219伏。那么这个位置就是电容了，这3个电阻就是阻容降压的电阻。我们量一下这个位置是否有219伏。我们再量电容的这2个引脚，因为这2个引脚是它的直流，也就是说经阻容降压以后直流电压没有，那么证明有相关的元件损坏了。它阻容降压以后是通过这个引脚，这端火线没有变，我们可以用交流档量，这端火线没有变，加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一个保险，是一个温度保险。我们看这端没有电压，这端有电压，那么证明是这个保险断了。我们再测量一下后边的电阻是否开路，我们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这个保险已经断了，然后测量这边有个电阻没有问题，然后经这个电阻以后加到这个472 4.7K 的电阻线流，再加到这个整流二极管的正极，这个整流二极管的负极接这个电阻是 6.8K 的 6.8K 的电阻，再接我们这个稳压二极管，然后再接这个电容的正极，证明这个通路都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保险换掉。好，我们给它焊下来。这个保险是47欧221度的一个保险，它并不是大电流的保险。
因为这个插座的线是直接通过线接进去的，所以这个保险不需要很大的电流，只需要设定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给它随便换一个保险吧。好，我给它换了一个 4.7 欧的保险电阻，满血复活了。下面我们测量一下这个阻容降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伏。18.58 伏，看来电压不低。这个芯片应该是经7805再次降压了，因为一般的芯片供电都是5伏，这个18伏是给继电器供电的。我们可以量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是驱动继电器的管，这个是18伏。这个芯片应该也是18伏供电的。因为这个芯片磨掉了型号，我们并没有查到它是什么芯片。那么我们可以测量一下5伏输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开关变压器输出，开关变压器的滤波电容两端，我们看是的，标准的5伏，这两个电容是并联的。那么这个充电器输出插孔呢，它还经这个芯片再次稳压以后输出，也就是说输出的应该也是5伏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，也是标准的5伏，没有问题。一共3个输出插座，现在是完全正常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